没有擦伤，还好，手也很热。刚才我不只是在紧张，还意识到了一件事。原来在那种环境下，我居然能在短短几秒内完全变成另一种人。怎么可能不多想？我对你说了那种话，做了那种事。所以，在你眼中，我刚才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真的像一个堕落的无可救药的人？所以你刚才和我说话时，脸色才那么不好。你能告诉我你的想法吗？你怎么又是这样？经历过那么多事，你的第一反应还是先担心我。关于这点，你倒是不用太紧张。我已经和严伟讨论过这件事，调查本来就快接近尾声了，他们会尽快收网。那是差不多。其实那天发生的事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听母亲说，她来参加校园开放日，一进教室就看到我跑过来，一定要给她看。你应该也认出来了吧？我别在胸前的徽章到底是什么？那时候还不明白徽章的意义，只是在父亲书房看到它，觉得它比任何玩具都吸引人，所以就问幼儿园老师要了材料，自己做了一个。但这徽章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奇形怪状。你还记得吗？之前我很晚回家，你来露台找我。那阵子我经常把这张照片从相框里抽出来看，那晚也不例外。当时看到你过来，我下意识的就把它藏起来了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早点给你看的。
我猜你说的是这个。当年赢下那场刑事诉讼后，律师协会就把它颁给了我。现在想来，物是人非。当年祝贺我得奖，声称和我一样绝不改变初心的一些人，原来早已受到蛊惑，抛弃了本应该坚守的美德。看到那种变化，心里怎么可能毫无触动？你应该早就察觉到了，我为了将他们绳之以法，不得不学着像他们一样做事，亲身体验那种由善到恶的变化，就好像从白天突然闯进黑夜，周围的一切变得无比混沌，让人难以捉摸。还是晚点再聊吧，快到时间了，我还要出门一趟。因为搜查白景瑜家时，发现了我们之前写的假辞呈，我去取一下。哦，你要等我一起吃晚饭吗？还是回自己家？